Hello，大家好，我是六花 Loca， 欢迎来到塔罗的阅读时间，这里是六花堂。今天为大家选读的题目是心里面的答案 Yes 还是 No。 为大家准备6个选项，第一个是绿色的糖果，第二个是红色的糖果，第3个选项是蓝色的糖果，第4个选项是黄色的糖果，第5个选项是橘色的糖果，第6个选项是紫色的糖果。请大家用直觉选择一种颜色的糖果，马上来揭晓你心中的答案到底是 Yes 或是 No 吧。OK， 我们先来看第一组，选择绿色糖果的朋友，心中的答案 Yes 还是 No 呢？我们出现了输的卡牌。那我会觉得出现输的卡牌的话，今天你的心中的问题的答案是 No， 就是还没有到真正揭晓答案的时候。你看它书后面还有很多，有没有？还有很厚的内容还没有读，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现在求答案还太早。那如果你是想要询问有关于一些行动的话，我觉得也是还是时候未到，或者是你可能调查不足，或者是说你现在要做的这件事情可能不能公诸于世之类的。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建议哦。OK， 好，我们出现倒着的塔，还有圣杯4。我们先看一下倒着的塔哦。我会认为你如果你今天讲的是你今天想要求的答案是学业或是事业的 Yes 或 No 的话，那我会认为说你可能就还没有把整个事情可能还没有完成，有些东西还没有完成。那我会认为你就是先照着你现在的步调继续的做下去就对了。就例如说你可能问我说例如说可能大考，你的考试能不能考好，能不能够进哪个学校，或是你例如说哪个证照可不可以考得到，或是什么之类的，你还没有读完，请你先读完好吗？就是按部就班好吗？那以现在的状态持续的下去就会好哦，可以吗？我这样听起来很凶吗？应该还好吧，就是按部就班好不好？那你现在的方向是对的，只是以你现在目前的阶段还不到可以判定你到底 yes 或 no， 这样可以理解吗？ OK 哦，好。那这一张是你不可以做什么，那圣杯4就代表是说你不要再犹豫了，就直接去做就对了。然后你心里面可能想到对，我哪一章节或是我哪件事情没有做，就去做就对了，就不要想了。你看这个人他一直坐在这边，然后老天爷给他一个圣杯，给他一个杯子，他都不拿，他就在这里一直想，先把它拿下来吧，就先去做就对了，先去读就对了，好不好？那工作也一样哦，事业工作的话，我会认为你就是按部就班，
没有发生什么事情都是最好的，你就循规蹈矩的把事情做好即可。好，那如果工作跟事业方面可能有个机会，有一个 project 要麻烦你或什么的，我觉得你就把它接下来，好，不要想了，你就接，好不好？如果你今天要问的就是，我该不该接这个 project，或者我该不该去做，例如说可能换工作或什么的，换工作等等，换工作等等。那如果你要就是有人给你一个机会，那请你就把它接下来，好吗？好，那如果今天是讲因为我们刚提到换工作，如果就是有关于换工作的话，那我会觉得你其实不可以一下子跳太大的领域。就是如果你今天的问题是不就只是例如说换间同个业界的公司，那我觉得是可以，但是要悄悄的，不能够让周遭的人知道。你看这旁边，你们看到后面有几个影子在那里虎视眈眈，所以请你先不要周知，先不要让大家知道。那再来就是，如果今天我们讲感情的话，我会觉得你先不要把这段感情说破。就是如果你要告白，你要把这段感情理清楚，或者什么，我觉得千万千万不要，千万不要。我们现状不适合做任何大的改变，所以是 no， 不可以哦。那你该怎么样呢？我会觉得是说，你先收下一些对方给你的好，就是你还是照常的去接纳他，去关心他，去体贴他，然后他对你的好，你也就把他给就是收下。那但是先不要把这个关系弄得那么的清楚，或者是想要来个惊天动地的大告白之类的，好吗？千万不要哦，千万不要。那如果是健康方面的话，我会认为是我觉得目前可能不会有一些大的问题，但是我会觉得因为你看我们刚刚有讲过，就是书它有厚度，就后面还有一点厚度，所以我觉得它可能还没有办法这么快的好起来。那可能还有一定的一个病程就是例如说治疗的一个schedule 要跑，那我觉得你就慢慢把它跑完。那中途不要再有什么样子的事情发生，例如说，假设如果说你可能在做例如说一些糖尿病的朋友在做治疗的高血压治疗的或什么治疗，你就要乖乖的把这个疗程全部都做完，中途不要再偷吃过咸的或是过甜的，那或在不对的时机在偷偷的吃一些不该吃的东西之类的。假设 OK 后，好，那再来就是你该要听医生说的，你就是要去做，不用犹豫，不用想，不用怀疑，你就是去听就对了，就照着医生说的去做就可以了。好，那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第一组的解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OK，我们来到第二题，选择红色糖果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你心中的问题，它答案是 yes 还是 no。OK， 我们出现 lady， 好，那
Lady 的话呢，它基本上是代表自己。它虽然这个牌是一个女性的一个样貌，但它其实在雷诺曼牌里面，它是代表自己哦，就是你。那无论性别哦，无论老少，那这张牌的意思就是，其实你自己已经知道答案了呀，你自己很清楚啊。而且我觉得你只是不相信自己而已。我觉得你就是自己应该已经有个方向，而且应该是有答案的。那你就相信你自己的那个答案，好吗？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趋吉避凶的要注意的建议，看一下哦。看一下建议。再抽一张补充牌，等我一下哦。OK，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建议，怎么样做会让你带来更大的幸运？我们先看一下这魔杖2哦，它是倒着，那我会觉得有一些，虽然我觉得你心里面是知道答案，而且你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哦，但是我会觉得你可能还有一些要素可能没有收集到，或者是你可能有一些就是事情的全貌你还没有完全掌握。OK， 所以即便你觉得例如说我想去留学，假设就想讲说我要留学，那我觉得你现阶段还先不要动，我觉得你还需要多一点的了解理解，然后还有一些要素可能还没有收集到。那再来就是我会觉得其实你可以真的可以多一点的自信。你相信你自己是可以成功，你相信你自己是可以做得到的，你相信你的决定是对的。OK 吗？好，那再来我们要避免什么？避免用蛮力去处理事情。我们不能用蛮力我们要多用一点我们的智慧，好吗？智慧去处理事情，可以吗？好，那再来就是这个钱币随从它是侧身的哦，侧的。那我会认为这一张牌给我们这边的带来意思是，我会觉得你可能有时候可能想过头，就是你可能想过头，然后可是你想的方向都是不是很确切、很真切、很重要的一些部分，就是都在烦恼一些旁的，而不是针对事情的重点去烦恼。这一点你可能有时候随时要提醒自己就是这件事情重点它在哪里，它的症结点在哪里，就不要就是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在思考，可是都想错了，想错方向，想错点了。OK， 好，那如果是有关于学业的部分的话，那我会觉得答案是 yes， 但是
我会认为以你现在的能力，可能还有点不够，但是你已经很棒了，很好了。你要给自己有自信。以前到现在你做的都已经很好了，可是现在你离你直接要去执行这件事情还差这么一点。那再来就是烦恼的点，记得要把自己拉回来，然后不要死背硬记，你要找一些比较聪明的方法去学习。那如果是工作的话呢，我会认为你可能会认为说，例如说你可能想要签一个约，或者你想要去跟客户洽谈或什么，但是我会觉得你先不要逼迫对方一定要签约，或者是一定就要赶快开始执行这个案子了。我会认为你们之前的一个准备工作，或者是一个酝酿，就是还在酝酿。但是其实你走到这个阶段已经算成功了，已经成功了，只是那个签字或是那个下决定还需要一点时间去酝酿，不要急。那再来就是有时候稍微要多一点的一个聪明技巧，或者是就是不要太古板，或者是例如说可能就是保守的去做一些事情，或是太硬碰硬。然后我觉得施力点你要抓好，然后再来就是不是用蛮力去处理事情。OK， 那感情的话呢，我会觉得你想的是的，是对的，是 yes，但是还没有到要交往，或是例如说要结婚，的那个阶段，但是你现在是有分量在对方心里。对，也就是你现在是排在对方的第一位，但是要到让对方做出一个决定还不够，还需要一段时间。好，那请面对他的时候要多一点的聪明，然后幽默，然后不要太头脑不要太死板。好，那我觉得这样子应该就没有问题咯。OK， 我们第二组选择红色糖果的朋友，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OK， 我们看到第三个选项，选择蓝色糖果的朋友，你心中的答案是 yes 还是 no 呢？十字架，好。我们抽到了十字架的卡牌，那，我会认为这件事情其实答案是 yes 或是 no， 应该是由不得你的。这 cross 它会有宿命的一个意思存在，就是我觉得命运在转，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能够大大改变的，所以我会认为这件事情应该放着，它自然而然答案就会出现了。那这个答案是已经老天爷都定好了，所以你不用，反而我觉得你就不要担心，你的心要像后面的这些气球，有没有？你要让自己的心轻盈一点，因为这件事情的 yes 或 no 已经跟你个人的意愿，跟你自己个人的努力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了。OK，所以我觉得你要放轻松一点，然后就先顺其自然。OK 哦，那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趋吉避凶的建议。
OK，我们看到了圣杯10，它是还没有转正位，它还没有转正位，它是有点像是侧边转向的。那我会认为就是我觉得第一点就是，我认为你可以不要让自己，处在于一个太舒适的一个状态里。我不是说你要就是寻求个人苦难，然后你知道就是三跪九叩到圣地之类的，而是，我会觉得你可能待在你自己的舒适圈里面可能太久，或者是，我觉得你可能需要多一点对自己的挑战，或者是对自己的一个，例如说你可能每一天的生活都是有一定的 routine， 就是有一定的一个规律，然后感觉每天都做一样的事情，每一天好像你都没有什么特别。那我会觉得你可能可以做一些小小的改变，然后例如说，每天找10分钟进修啦，或者是每一天去做个运动啦，或者是每一天可能例如说做一些自己的突破，就是不要很安定的感觉自己很 OK， 什么事都可以不用做，你就是待在那里就可以，那是不行的，可以吗？再来哦，就是这测的审判哦，我会认为是说，我会觉得说你可能不要有一些太大的期待，就是因为审判的卡它本身有个重生的一个概念在里面，那我会认为是说你可能不要太去想着这件事情到底能不能够又又又好起来或什么的，或是会不会有一些人来救你或什么之类的。OK 吼，就是不要想着奇迹。我们凡事成事在人，可以吗？好，那如果你今天是要看有关于学业或是工作的话，我会认为就是可能大环境会有一定的压力存在，就是景气不景气，或者是例如说同一年跟你考试的人多或少，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OK，那但是我会认为你不要让自己过得太舒坦，过得太舒适。我觉得你要一点挑战，给自己一些挑战，给自己一些题目去攻略。我会觉得你可能过得太顺遂了点，那再来就是不要期待着奇迹，不要期待着什么都不做，神明就会来救你，绝对不会。我这边可以，因为老天爷宇宙出了这个牌，所以他的意思就是我绝对不会，你不用想奇迹，成事在人，记得好。然后再来就是，如果是讲感情的话，我会觉得感情的话，要不就是你们可能还没有到达要在一起的时间，就是还没。无论是单恋想告白，或者是已经在一段稳定关系里面想要结婚的，我觉得你们都还没有，但是那个时机快来了。这个时机快来，但是现在的答案是 no， 但是 yes 快来了，这样可以理解。好，那再来就是我觉得
有一些可能我觉得有一些你们之前，例如说可能比较争执的点，或是一些问题，我觉得它时不时的还是会再出现。那你们可能要我觉得你们可能还是要稍微去沟通讨论，而不是就是放着不管。那动不动就那个问题就出现这样子。好，那再来就是如果是复合啦，就是看这个感情能不能复合，我也是觉得还没，好。那如果是有关于健康方面的话，我会觉得是说，你不要太顺自己的心，就是我们可能要自我约束力要高一点，自制力要高一点。就是例如说10点就一定要去睡，好难哦。现代人10点要去睡，简直难如登天哈。那或者是说每天规定自己一定要喝到理想的水的量，或者是一定要去做一些运动或什么之类，就是你必须要脱离你自己的一个舒适圈。那或者是例如说，可能我们现在都办公室工作嘛，那你可能就可能过一两个小时，你就站起来动一动身体之类的。好，那我觉得是还没有复发，或是可能有时候就会发病，或者是有时候就会不舒服或什么的。例如说每次一累就偏头痛，或者是每一次下雨就觉得全身酸痛，像这样就是动不动就又会来。那我会觉得你就不要让它就是再来了。那为了不要让它一直这样子不断的重复的出现，那请你一定要自律一点，那要去做一些突破。OK 吗？好，那我们今天第3组选择蓝色糖果的朋友，我们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OK，我们来到第4组，选择黄色糖果的朋友，你心中纠结的答案究竟是 yes 还是 no 呢？我们来看一下。OK， 我们出现了一张 bird 鸟的牌，那我会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会是，我觉得基本是 yes， 但是我会认为你要再多收集资讯，还有就是要多再找一些人讨论。就是这个 yes 是有但书的，就是你必须要再多一点的跟别人的沟通，可能跟 team， 就是例如说一个 team 的团员，或者是跟公司其他的股东，或者是同事，那家人朋友，你需要多方的沟通，那这个答案就越来越明确因为你看他头上有个星星，看他头上有个星星。所以答案会越来越明确哦。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趋吉避凶的建议。我们来看一下啊，基本上是 yes。OK，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倒着的
宝剑骑士，我会认为啊，就是你不要一个人冲太快，你不要这么快的就决定了。我会觉得你还需要一点讨论，让这个答案更确切。那暴冲的情况对你是不好的，你千万不要暴冲。那再来就是也不要孤军奋战。另外呢，这边有2张，就是侧身的牌。我会觉得啊，就是这个 Justice 它侧面的话，我会认为是说，我会觉得你在可能，我会觉得你可能就是你可能要避免就是太灰色的地带，就是例如说有一些事情你还没有，我觉得你必须就是要很确切，就是我要的就是 A， 或我要的就是 B， 而不是给人家一种非常比较走在灰色地带或是暧昧不明的一个论调，一个说法。我觉得你现在会有一种倾向，就是比较可能，例如说，可能不敢把话说死，或者是不敢，把事情就把它讲得这么的没有退路。但是其实我会觉得，有时候留太多后路，反而会让人家觉得你是狡猾了。那再来就是，我会觉得有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会觉得你有时候，可能会偏心就是，就有点摇摆不定，就我可能跟他比较好一点，就算他讲话讲错，他做错了，我也觉得就算了。然后再来就是没有一个。我觉得可能你会给人家的感觉会有点没有一个，也不是规矩啦，就是一个原则。对，原则就是有时候可能这个时候可以这样子啊，可是上一秒你又说不行这样子。OK 吼，所以我们可能要多遵守一下自己的原则。那另外呢，这个钱币9。我会认为你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认为你不要给大家，我觉得会不要有太多的一个憧憬，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一个憧憬，我觉得那其实还蛮危险的。就是你可能你会希望它是一个很完美、很美好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会觉得其实你有点夸大了，就是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好的效果，或是可能没有这么好的一个利润，可是你把它说大了。OK，所以我会觉得你可能要避免，就是你在说辞上的一个比较没有原则，跟还有就是有点加太多的水进去了，就是加油添醋进去了，太多了。这是要避免的哦。OK，那如果是有关于学业的话呢，我会认为是说你不要急躁，你千万不可以急躁。那我们凡事还是要按部就班，然后不要一直想着说，那我如果考上了，我就怎样怎样。你先考到再说，你先考好再说，好不好？那如果是工作方面的话，一样也是不要躁进，记得要跟周遭的人，取得一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共同的一个决策。
然后也不要就是一个人就是进行的特别快，那都是危险的。凡事要记得要报告，要找人商量，好吗？那再来，就是做事还是要有原则的，然后要按部就班的，有一定的就是顺序。那还有就是不要在业务上有一些夸大的一些做法或是一些讲法，那都是不太好的哦。接下来如果是感情的话，呢，我会觉得，我会觉得你可能在某一些时候有点没有那么的去体贴到对方的心，就是比较自我一点。那我会认为这个你一定要避免。还有就是，刚刚讲就是有时候这个情况就 OK 啊，那个情况就不 OK，或是双标，就是我自己就 OK，可是别人就不行哦，这样就是都是不好的。再来就是，如果是感情的话，我会觉得你要多赞美对方，然后，嗯，我会认为就是你要不论是多赞美对方，或是尽量让自己再开心一点，再多把自己的就是把主轴回归到自己，因为我觉得你好像有一点就是被对方拉着跑了，那至于健康的部分呢，我也会觉得说，就是不要躁进，那多去理解状况，多跟医师、护理师他们去做讨论，会比较好。那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哦，就是不要一直想说，可以用一些偏方就可以治好哦，那都是不行的哦。我们还是要正规着来，好不好？那还有就是，再来就是我觉得你不要把自己，怎么讲，就是太消极，就是不要把自己的病症想得太，就是你不要太消极啦，就是不要想说啊，反正你也没有办法治好或什么的哦。如果有这个状况的话，你要尽量避免掉。哦，你要尽量以一个积极、正向、开心的一个力量、一个能量去面对，这样子好吗？OK，好，那我们第4组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OK，我们来到第5组，选择橘色糖果的朋友，在你心里纠结的答案是 yes 还是 no 呢？是 heart，所以今天选择第5组的朋友，答案就是 yes，而且是大大的 yes 哦，恭喜你哦。好，那如果有什么样子的想要做的事情，就大胆的、开心的去做吧，好吗？好，那我们还是给你们一个趋吉避凶的建议，好吗？OK，好。那我会觉得你们，不要给自己压力太大了，就放松、放轻松的去面对你的问题，那结果会是好的，结果会是好的，好，会是开心的。那你因为现在是这张是
魔杖10，那它是倒着，就是我会觉得你有时候给自己的一个压力或负担过大了啦。但实际上事情没有这么的恐怖，没这么多的压力这么糟。那放松，放轻松，好吗？那这张也是哦，就是我会觉得你有点太杞人忧天了，就是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然后成果我觉得也会不错，可是你就会有点想过头，然后就会把自己弄到有点神经兮兮的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避免的，就不要让自己太过于压力大、太沉重，就是不需要担心，好不好？那如果今天是想要看有关于学业或者是事业的朋友，我会觉得结果会是好的。那也可以如你所愿，只是就一样，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然后放轻松一点。那有时候不要就是过度的思考，有时候其实放松一点，就算你没有准备的这么的足也没关系哦。你可以放松一点，有时候临场反应也是很重要，而且说不定会有一些小小的美好的一些幸运的插曲，也不一定，好吗？那接下来如果讲感情的话呢，感情的话，我会认为就是，事情一定可以如你的心，如你的意。那我会觉得你的压力是可以解除的，或者是你觉得很烦躁的事情，可能是可以解除的。那只是有时候你可能不要太坚持的去抓住某一些点，或者是太纠结某一些点。那有些事情就是放松，然后让它过去，不要一直在看着那个钻牛角尖那个点，这样子就会更好。那如果是有关于健康的话，我觉得病症或者是整个，我觉得整个健康是会大大的改善，是会好的。所以恭喜你哦。那这边不会有点小小的，就是小小的建议，就是如果你是在询问健康，我觉得有时候你不要做过头。就我觉得，例如说做过头，反而也会带给你压力。就例如说，好，我如果吃药一定要12点，那我12:01就不行。我觉得有时候有点误差是可以的啦，好不好？但差太远当然是不行，只是说有点误差哦，就是你不要对自己太严苛，有时候那个严苛也是一个压力。好，或者是太仔细，就是一定要，例如说可能一定要某一些食物一定要完全就拿掉啊，或什么的，我觉得那个其实就有点过头了。那避免掉这个状况，那放轻松，结果会是好的哦。OK，恭喜你们，这一题的答案是 yes。那选择第5个选项。橘色糖果的朋友，我们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拜拜，我们下次再见。OK，我们来到最后一组，选择第6组紫色糖果的朋友，你们心中的答案是 yes or no。OK， 是鞭子，那可以很确切的跟大家说，答案是 no。好，那而且我觉得不只是 no， 也许你去做这件事情可能会后悔，然后或者是事后会有很大的自责，或者是带来很多就是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会认为不要。答案是 no。我们另外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就是趋吉避凶的方法好了。
OK，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教皇。我会觉得教皇出现在这边要给你的一个提醒就是，第一就是我们不可以不守这个世界上的道德规范。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你可能需要以更多的关怀、聆听跟心灵上的一个理解去面对这件事情。就我会觉得你可能需要更多的慈爱、慈悲心，或者是你可能要理解有一些事情你真的不能够离经叛道。那再来就是，我觉得这张牌，另外这张牌，我觉得它会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要胜不骄，败不馁。你不可以因为现在自己可能假设你现在是处在于优势，然后处在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一个比较好的地位，比较好的身份或比较握有权力之类的，你就会觉得自己很自信，然后就觉得自己可以纵横无尽。不可以哦。那如果你们今天是要询问的答案是有关于工作的话，或是学业的话，那我会认为就是你们可能还不够，需要更鞭笞自己，还不够，不行。然后可能学习上可能以更王道的一个方式，或是工作上是以一个更光明正大的一个方式，好好的一步一脚印的去做事情，去读书。然后更多的是，我觉得他要提醒你们，每一件事情或是每一个一个学科，每一个科目，它其实都有他学习的一个精髓所在。那我觉得你们要去抓的是那个精髓，而不是一个广泛的表面的一个学习或是一个表面的功夫的一个工作，而是你们要去抓到那个核心点。去攻略，去理解它，这样子。那不要只是因为一次两次小小的胜利、小小的成功、小小的开心，一次两次小考得不错就自满。OK 吼，好。那如果是感情相关的话，我会觉得，我会觉得你们的精神层面的一个理解，还有你还不够去听对方在说什么，而且有时候可能你以为你有听，但其实你没有在听就你可能有听没有到，就是对，就是我有听，可是好像你没有理解他的意思请你好好去理解他，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就是要更多的一个温暖跟体贴去面对。那要避开的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例如说吵架啦，或者是有时候可能有一些需要沟通的点，就是不要总想着你一定要赢对方或压过对方，或者是觉得对，就是这个功劳都是我的，或是就是因为我这个样子，所以才会让你今天成功。我觉得这个想法都是错的哦，可以吗？要提醒你一下。那如果是有关于健康方面健康方面的话，我会认为你可能还是会持续的饱受痛苦，然后还是会不舒服，然后很像你看这个线这样，就是长期的，或者是还是这样隐隐作痛的感觉，或者是没办法那么快的把它给解除这样子它可能就像一个蛇，或是一个
就一个东西绑在你身上的感觉，就你拿不掉它。那我会认为你可以多修身养性。我不知道，可能例如说可能有宗教信仰的人可以例如说读经典那或者是可以多祈祷，或者是例如说可以多看一些哲学的书，或者是可以多咀嚼自己的一些人生的想法、人生的观念。那当然也很欢迎，就是可以多听各个塔罗的频道或者是命理的频道，去追寻哲学都可以。但我会觉得你其实就应该要再多丰富你的心灵层面，或者是在宗教信仰，或是在哲学一些思辨里面找寻你的解脱，或者是比较舒缓的方式。那再来就是我会认为是说，这个有人说就是什么，就是去病如拔丝，有没有？抽丝如抽丝，所以可能会没有那么快解决。所以我会觉得你不要千万不可以因为一次两次就觉得我有好一点了，那就不用药了，不治疗了。我们常常可以听得到很多的医师都有在说，就是跟你叮嘱说药要吃完，那你可能最后剩一两次就觉得我已经好了，就不吃了。有时候那是不行的，好不好？医师说什么我们就乖乖的听话好吗？要乖，大家要乖。那大概是这个样子 ，OK 吗？好，那我怎么突然想到有关于股票或什么的 ？OK， 好，那好吧，如果有股票相关的或什么想要询问，大家留言给我吧，好不好？对，不然我真的是有点太多了。OK， 好，那今天我们第6个选项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OK， 那我们今天6个选项都已经导读完毕，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那如果关于导读内容有我刚才没有解读到的，或是还有一些疑虑的，都欢迎你们留言给我，我再一一为大家解答。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欢迎帮我按赞、分享、订阅。我是六花 Loca，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收看，要开心哦，拜拜。